乾隆年间，一个破落八旗出身的3等侍卫，只用7年就爬到军机大臣的位置，掌权20年，攒下8亿两白银家产，相当干历大清15年国库总收入。从朝堂百官到民间百姓，人人都骂他是千古第一贪。你以为乾隆是老糊涂被蒙在鼓里，又或是觉得和珅太会讨开心，所以皇帝舍不得杀？其实根本都不是。今天这期咱们扒透和珅的发家史，你会发现这个横行朝野的大贪官，从一开始就是乾隆亲手养出来的白手套。他能嚣张20年，靠的从来不是运气，而是把帝王心思摸得透彻入骨。说到和珅，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就是油嘴滑舌的佞臣，以为他是靠关系上位的纨绔子弟，其实根本不是。和珅出身钮祜禄氏，父母早亡，小时候差点被家里亲戚赶出家门，连读书的钱都要靠变卖家产凑，日子过得连普通百姓都不如。他没有靠山，没有家产，连科举都没考上，最后只能顶住祖上的轻车都尉爵位，当了个3等侍卫，站在宫殿门口当摆设，起点低到了尘埃里。可就是这样一个底层出身的人，只用了短短7年，就从一个站岗侍卫一路升到军机大臣、户部尚书、内务府总管，成为乾隆朝最权倾一时的宠臣。你以为他纯粹是靠拍马屁，那你也太小看乾隆了。能当上盛世帝王的人，怎么可能因为几句好听话就把国家大权交给一个无能之辈？和珅真正的厉害之处，从来都不是会说话，而是会办事，而且是专门办皇帝想办却不能亲自办的事。第一样本事就是理财敛财。乾隆是出了名的会花钱，6下江南，修圆明园，办万寿典礼，每一样都是天文数字的开销。国库的钱有户部管住，有御史盯住，动不动就有大臣站出来劝谏，说皇帝不能奢靡，要节俭。乾隆身为帝王，总不能天天跟大臣掰扯自己为什么要花钱，而和珅的出现完美解决了这个难题。他掌管内务府之后，只用了短短几年，就把本来年年亏空的皇帝私库赚得盆满钵满。他发明了议罪银制度，官员犯了错可以交钱抵罪，钱不进国库，直接进皇帝的内务府。他还把手伸到了盐政、关税、粤海关这些肥差上，变出法子给皇帝揽钱。乾隆南巡的所有花销、圆明园的修缮费用、宫里的各种赏赐，全都是和珅一手操办，1分钱都不用动国库，自然也就没人能拿这事儿弹劾皇帝。你换成站在乾隆的位置想一想，你是愿意用一个天天跟你唱反调、讲规矩，还要约束你花钱的清官，还是愿意用一个能帮你把所有事都办妥，把钱给你备足，还永远把你捧在第一位的能臣？换成绝大多数帝王，答案其实都一样。第2样本事就是懂分寸，会揣摩圣意。乾隆想什么，顾忌什么，想要什么结果，和珅永远能提前一步想到，而且办得丝丝入扣，还把功劳全推给皇帝，把黑锅全揽在自己身上。比如乾隆想整治贪官，又不想牵连太广动摇朝堂，和珅就出面查案，抓几个典型杀一儆百，剩下的人收点银子了事，既震慑了百官，又没乱了局势。最后骂名是和珅的，英名是乾隆的。再比如乾隆想照顾自己的小舅子傅恒，又不想被人说任人唯亲，和珅就会主动上奏举荐，把所有好处都安排得明明白白，皇帝只需要点头批准就行。他永远站在皇帝的角度想问题，永远把皇帝的颜面放在第一位，永远不会让皇帝为难。这样的人换成你是老板，你会不喜欢吗？而最关键的一点，也是很多人忽略的一点，乾隆需要和珅来做朝堂上的众矢之的，来帮他制衡百官。乾隆朝的朝堂向来有满汉之争，有朝臣党派，如果满臣抱团、汉臣抱团，最后就会联合起来跟皇权对抗。而和珅的出现完美打破了这个局面，他贪赃枉法、结党营私，几乎把满朝文武都得罪了个遍。汉臣恨他，满臣也恨他，所有人都盯住他的错处，所有人都想把他拉下马。这样一来，百官的矛头全都对准了和珅，反而没有人敢对皇帝说3道4。乾隆想收拾谁的时候，就放松一点对和珅的约束，让他去咬人；想安抚朝臣的时候，就拿出和珅骂2句，给百官一个发泄的出口。和珅就像乾隆手里的一块挡箭牌，所有的矛盾、所有的骂名，全都挡在了皇帝外面。说到这里，你应该就能明白，乾隆为什么明知道和珅贪，却从来不动他。不是因为他糊涂，也不是因为他舍不得，而是因为和珅太好用了。他能帮皇帝捞钱，能帮皇帝背锅，能帮皇帝制衡朝臣，还永远威胁不到皇权。很多人觉得和珅权倾朝野，能一手遮天，其实根本不是。和珅所有的权力全都来自乾隆的宠信，他没有军权，没有地方势力，朝堂上也没有真正死忠的派系，他的一切都是皇帝给的，皇帝随时都能收回来。乾隆对他就像养一只会捞钱的猎犬，平时给他好处让他卖命，真要是惹了麻烦，随时都能拉出来宰了平息众怒，这才是最残酷的真相。你以为是和珅靠讨好皇帝窃取了权力，其实是乾隆故意把权力放在他手里，让他当自己的白手套。和珅贪得越多，名声越差，乾隆就越安全。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和珅是坏人，都觉得皇帝是被蒙蔽的圣君，永远不会有人把矛头对准皇帝。那和珅自己知道这一点吗？他当然知道，他从一开始就清楚自己的定位，他从来没想过要谋反，也从来没想过要威胁皇权，他就是想趁助皇帝宠信的时候多捞钱多享乐，过一把人上人的瘾。他也知道只要乾隆一死，他的好日子就到头了。可他没有选择，
从他决定当这个白手套的第一天起，他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。说一个很讽刺的细节，乾隆晚年的时候，已经老得说话都含糊不清了，只有和珅能听懂他在说什么。每次上朝的时候，和珅就站在乾隆旁边，皇帝点一下头，他就知道是同意；皇帝皱一下眉，他就知道是反对。与其说是和珅把持朝政，不如说是乾隆借助和珅的嘴，继续操控住整个朝堂。就连嘉庆刚登基的时候，都要看和珅的脸色，因为他知道，只要乾隆还活住，和珅就能决定很多事。你看，连新皇帝都要忌惮3分，这份宠信可谓是登峰造极。可与此同时，这也注定了乾隆一死，和珅必须死，因为新皇帝要立威，要收权，要填国库，而和珅就是最好的祭品。乾隆驾崩仅仅15天，嘉庆就宣布了和珅的20条大罪，直接赐他在狱中自尽，随后抄没全部家产8亿两白银的家产，从此流入了嘉庆的国库。民间都说和珅跌倒，嘉庆吃饱，很多人看到这里都会觉得和珅活该，觉得贪官中趸有了报应。可你往深了想，就会发现这场闹剧从头到尾，赢家从来都是帝王。乾隆在位的时候，用和珅捞钱享乐，稳固皇权，得了一世的盛世美名。嘉庆上台之后，杀和珅，冲家产，收揽民心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。只有和珅赚了满身的骂名，攒了金山银山，最后什么都没带走，还落了个千古第一贪的骂名。他以为自己是下棋的人，其实从始至终，他都只是棋盘上的一枚棋子而已。而这场君臣博弈带来的后果，远比一个贪官的陨落要严重得多。因为乾隆的刻意纵容，整个乾隆朝的吏治越来越败坏，官场上贪腐成风，大家都学住和珅的样子，向上巴结，向下搜刮，整个官僚体系从根上开始烂掉。雍正朝辛辛苦苦整顿了10几年的吏治，被乾隆这几10年就败得一乾二净。等到嘉庆想整治贪腐的时候，才发现整个朝堂从上到下已经烂透了，杀了一个和珅，还有千千万万个小和珅，根本杀不完。所谓的康乾盛世，就在这样的奢靡与贪腐之中，一步步走向了没落。回过头看和珅的一生，其实挺让人唏嘘的。他天资聪颖，精通满汉蒙藏4种语言，办事干练。如果生在一个吏治清明的时代，或许能成为一个治世能臣，留名青史。可他偏偏选了最容易的捷径，把自己的所有才华都用在了揣摩帝王心思、敛财钻营上，最后赚来了万贯家产，也赔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和身后名声。而乾隆呢，他赢了一辈子的权力游戏，把帝王心术玩到了极致，可他输掉的是整个王朝的未来。他用一个和珅换来了自己的盛世享乐，也埋下了清朝由盛转衰的种子。这盘权力的棋局，到头来其实谁都没有真正赢。和珅死了，8亿两白银进了嘉庆的国库，很多人以为这场反腐大戏就此落幕，其实根本不是。嘉庆急住杀和珅，从来都不是为了反腐，这背后藏住新君登基最残酷的权力洗牌。为什么乾隆刚死半个月，嘉庆就急住动手？为什么明明牵连甚广，嘉庆却只杀了和珅一个人？这场清算到底是肃贪还是夺权？下一期咱们就来拆解嘉庆清算和珅的深层真相，这场新老帝王的权力交接到底藏住多少不为人知的心机？喜欢这种深挖帝王权术、讲透人性与权力底层逻辑的内容，记得订阅《微观人间》，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不讲教科书里的套话，只扒最真实的历史细节与权谋真相。后面还有更多精彩内容，我们慢慢聊。